第11章抢单。我侃侃而谈，和丁子四目对视，一点也不怯场。我都很奇怪自己的状态竟然那么好。丁子眼睛眯了起来，那模样应该是要和我卯到底的意思。他咧嘴道：“那我问你，万网注册域名只需要几十块一个，你们公司一个域名卖200，这怎么解释？”这个女人对我们公司的情况了若指掌，这还怎么玩？我骑虎难下了，但是哪怕被人逼到了墙角了也不能怂。我大笑一声道：“格局，丁小姐，您要注意格局。你是搞美容行业的，我问你，您那些化妆品、美容产品在广州批发市场是多少钱？你们又卖多少钱呢？”丁子道：“你这是狡辩，我们不卖产品。”对，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。你们不卖产品，我们公司也不卖产品，我们是卖服务、卖理念。我们是把互联网的理念带给我们的中小企业，我们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信息化发展的未来是什么。您可能觉得我说的夸张，但实际情况是很多企业老板还不知道什么是互联网。我们有同事卖电子邮箱，有个老板买了2个，说要在办公室挂一个，在他家里再挂一个。我话说到这里，丁子就捂着嘴笑了。我说你不要笑，这是真实案例，所以我讲这是个格局的问题，也是个认知的问题。VD 刚出来的时候几千块一台，现在100块钱可以到华强北拿货。这里面牵扯到一个行业从诞生到成熟的历程问题。互联网现在还很年轻，在这个时候我们肯定要保证利润，要不然我们怎么发展，怎么壮大呢？丁子喝了一口咖啡，道：“你赢了，你赢了，我被你打败了。”我心情非常的好，道：“丁小姐，您别见怪，我这就是闲聊。我看您工作压力也大，我也一样，下班了，咱们碰一碰，相当于是头脑风暴，您说呢？”丁子只是笑，不说话了，但是看上去心情蛮不错。又坐了一会儿，他抬手看了看腕表，哎呀，9点过了。陈斌，咱们今天就这样，感谢你的晚餐和咖啡，改天我们再聊。我没有挽留，买了单送丁子出门。送走丁子，我掏出一支烟缸点上，耳边忽然听到宋果的声音：“陈斌，你不是说工作吗？咋在这里碰上了呢？”他愕然回头，看到宋果赫然就站在我身后。我笑了笑，道：“你就这么急着找我还钱，是不是最近发了横财了？”宋果愣了一下，表情很尴尬。我道：“怎么这个表情啊？是不是手头紧没钱还啊？没钱你约我干什么呢？浪费彼此的时间吗？”我冲他摆手，昂首踏步的往前走。你给我站住！陈斌。我回头，宋果道：“陈斌，你在博越科技上班是不是？你知道这是一家什么公司吗？这是需要很强沟通能力的科技公司，他们对员工的要求很高，淘汰率也很高。你能适应这样的工作，别逞强了，不要以为穿了衬衫打了领带就是深圳人了，差得远呢。”我笑了，那笑容背后只有4个字：关你鸟事。我生怕他领会不到这个笑容的深意，所以特意的强调了一遍：关你鸟事。然后我一路走回去，心情都蛮好。第二天清早上班，我到得比平常略早一些，日光大厦还显得有些冷清。我一溜小跑进电梯，迎面看到电梯里赫然还有一个人，是个女人，穿高跟鞋，身高跟我差不多，人很静，凹凸有形，但是面若冰霜，完全就是一副生人勿近的姿态。高经理，我打了一个招呼，博越科技商务一部的经理高燕。他带的一部是我们公司最强的部门，上个月业绩是我们的3倍。对博越公司的这帮经理，我有一种特别的敬畏。马从敬的妖孽和变态我深有体会，而高燕在8个部门经理中排第1，不可能是善男信女。电梯往上走，气氛尴尬。你叫陈斌？高燕冷不丁的开口了。是的，高经理。高燕没有下文了，直到电梯到了19楼，我侧身让他先下。他出了电梯之后，扭头道：“百利鞋业是1部的单。”我愣了一下，才想起老唐在百利鞋业刘总面前的那一场精彩绝伦的忽悠，人家已经注册了中文域名，硬是被老唐再忽悠又砸了1万多块钱进去。不过高燕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似乎感受到了一股杀气。很显然，百利鞋厂的事情肯定让他很不爽。早上开早会，马从敬把我和老唐叫到了一边。你们那个百利鞋厂域名收的1万3没有问题，域名是抢单制度，谁签谁收钱，但是网站你们不能跟了，这是1部保护的单。我愣了一下，终于明白之前高燕那话的意思了。但是事情远远还没结束，我和马从敬刚刚说完百利鞋厂，回部门的时候又看到1部一个兄弟坐在那边等我们。马经理，您太忙了，没打扰您工作吧？这小子笑眯眯的和马从敬客套。我认得这哥们儿，销售明星榜上有照片呢。1部的销工温小兵是公司里的业务明星，博越科技是业绩为王，号称所有的管理层必须要从一线销售干起，所以销售干得好的精英提拔经理，团队带得好的经理提拔总监。博越在全国已经有了40多家分公司，而且还在快速扩张，所以像温小兵这样的销售明星应该很快就能得到提拔。温小兵和马从敬说了点事儿，然后他冲着我笑了笑，道：“陈斌，你的黄金锁业是我的客户。”我愣了一下，脸一下就变了，
上个月我尼玛干了1个月的网站单，最有意向的客户就是黄金锁业，我还想着马上逼单呢。现在这客户成了别人的了，我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针对了，别人利用了公司的规则在抢我的单呢。我是新员工，吃亏在不熟悉规则，被别人钻了空子，我的心在滴血，同时又特别的愤怒，尤其是温小兵的态度让我很不爽，他一脸笑眯眯，言语之间却处处对我压制和轻蔑，我真想对他，你他妈萧公了不起吗？